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本周发生了一件大事，凯文沃什作为美联储新任主席首次亮相，他的发言流露出他的指导思想和态度倾向，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这对美国的 AI 泡沫的未来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一些问题就越来越清晰了。上次节目我们聊了史上6次科技大泡沫，我总结了它们共同的4条规律。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深入聊一聊当下的 AI 是否在酝酿同样的大泡泡。与史上6次大泡沫，特别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比，这一次有哪些不一样？它到底会不会重蹈过去从狂热到破灭的覆辙呢？如果将来要破灭，它会在什么情况下破灭？特别是在新任主席政策倾向下，这个 AI 泡沫会越吹越大，还是倾向于萎缩破灭呢？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泡沫，以及它产生的条件。一个资产如果被称为有泡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资产在未来产生的收益，折现到今天的话，远远低于它内在的价值。比如说一栋房子现在价格1000万，可是它每年的租金只能产生15万，你说它有没有泡沫呀？那肯定有啊。你投资这栋房子收益率只有 1.5% 啊，你还不如去买国库券呢。那国库券和房子哪个更安全呀？但是啊，你判断一家科技公司有没有泡沫的时候就很困难。比如说 SpaceX，说它有泡沫的人说，哎呀，这个公司现在还在亏损呢，它未来上太空建设数据中心，这个故事8字还没有一撇呀，它即使能搞成，恐怕也得10年以后的事儿啊。而且就算搞成了，也未必是个很赚钱的生意啊。那现在给它吹到2.6万亿美元市值去，这泡沫太严重了。那说它没有泡沫的人呢，会说你这格局太小了，目光短浅，没有想象力。10年前你能想象马斯克能造出来可回收的火箭吗？15年前你能想到马斯克能造出来星链吗？20年前你能想象马斯克他能造出来特斯拉电动车吗？那马斯克是世界上最顶级最聪明的企业家发明家，太空数据中心他肯定能搞成，而且会很快实现。SpaceX 就是200年前的欧洲向亚洲移民的那个东印度公司，那是一个太空的桥头堡，那这公司不可限量，你都不能拿计算器来算眼下赚几个钱，你得把目光投向太空的星辰大海，那现在价格便宜着呢，未来恐怕要涨到10万亿、20万亿美元去。你看到没有？这高科技公司啊，它是不是有泡沫？比房地产有没有泡沫更难估计，因为它更难达成一致意见。这里最大的难题就是，你能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吗？你能预测明年、后年、大后年、未来5年或者10年，一家科技公司今天它描述的这个业务和未来的故事能不能实现吗？能实现多少收入啊？这很难。那这就是科技公司它特别容易出现泡沫的原因。乐观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的要上天，那忽略所有不好的问题。那上期我们介绍过以往6次科技大泡沫，那每一次泡沫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人们对当时那个技术创新过度乐观，然后又迫不及待认为这个伟大的光明前景马上就能实现。那光是人们对新技术过度乐观还不够产生大泡沫，还必须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流动性相配合。为什么呢？你低利率，货币供应量扩大，你就能够给这些乐观的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的资金投入到股市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次 AI 泡沫的现状，它现在是什么状态？那跟过去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那推动本次泡沫的主角呢，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的巨大进步。
那 AI 技术它出现显著的这个跃升啊，让人们觉得它有希望成为未来实用的技术，实际上是从2012年开始的。那当时啊，华裔科学家李飞飞他主持图片识别大赛，就邀请各方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团队啊，都来他搭建起来的这个图片数据库平台来比赛，看谁的模型来识别图片啊更准确、更聪明。那搞了好几届，2012年那届呢，有一个团队他用的神经网络搭建起来的模型大获成功，碾压性的优势战胜了第2名。由此呢，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就为人类点亮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希望和方向。此后，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沿着这个方向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啊，不断的快速迭代发展。那需要提一句的是呢，当时那个冠军团队他用的芯片是一家小公司啊，名不见经传，叫英伟达，它生产的 GPU， 因为它这个显卡做这个矩阵运算更快。你看啊，那个时候要是李飞飞或者其他什么人啊，意识到将来这个英伟达会飞速发展，这个飞黄腾达，那他那个时候要是买入英伟达股票，到现在翻了665倍了。那在2012到2022年这10年里头呢，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它在悄悄的发展啊，但只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那么到了2022年呢，ChatGPT 发布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一下子就点燃了华尔街对人工智能的巨大热情。哇，这原来人工智能这么厉害呀，可以像人一样跟人对话了呀。那这个整个市场啊就开始追捧人工智能行业的公司。那 OpenAI 呢，它没有上市啊，但它也受到了机构投资者的热切追捧，它的估值水平啊是迭创新高。其他的比如 Palantir 啊也是备受追捧。那人工智能啊，它毫无疑问是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啊，它正在极大的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现在人工智能这个编程能力已经远胜过去很多的程序员水平了。你举个例子，我自己不太懂编程啊，那我现在要做一个帮我收集数据、加工数据、研究公司的这么一个程序模型，要在过去啊，我就得花钱请一个编程的大拿，哎，我给他讲我要实现什么目的，他带着这么1-2个人给我吭哧干他1-2个月，还得去对接各种数据接口，最后才能实现。我为此恐怕得花10来万。那但是现在呢 ，ChatGPT 它就是我的技术总监啊，我就咨询他，哎，我要这么个东西，我该怎么办呀？那他就会告诉我第一步怎么弄啊，第二步怎么弄，怎么去装这个 VS Code 啊，怎么用 Codex， 然后10几分钟就给我搞出来第一版。你说这工作效率提高了多少啊？那现在医生他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更快的分析医学影像啊，那工程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辅助设计这些复杂的产品呀，科研人员能够用它来筛选文献呀，甚至于分析一些复杂的这个技术结构啊，来加速这个药品研发、基因的研发。那教师和学生也可以获得个性化的学习和辅导服务。所以说呢 ，AI 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跟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一样。那要搞清楚这次 AI 到底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我们需要先搞清楚这个 AI 产业链是怎样的。AI 的下游就是各种场景下这个 AI 模型的应用啊。那推动 AI 革命向前的这个核心动力就在这里啊，就是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和推理。AI 模型越是经过训练迭代，就会越聪明啊，就越能够替代人类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所以这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引擎。那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又需要什么？那就是它的上游，主要就是2个。首先就是你需要建设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芯片 GPU 啊，还有其他的存储芯片，数量越大，技术越先进，这个 AI 模型训练啊就越有效率啊，提升越快。那这个需求是十分巨大的。第2个就是电力需求，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目前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在能耗方面啊，跟这个人脑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人脑这个功耗啊只有20瓦，就是一个小灯泡那么个功率，非常省电。但是一个 AI 模型的训练动辄需要几十兆瓦，就是几千万瓦呀，是人脑功耗的几百万倍呀。所以呀，这个 AI 的发展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本，
来建设数据中心和扩张电力供应。那数据中心谁来建设啊？那就是微软呀、亚马逊呀、谷歌、Meta 等科技巨头。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公司。那为了争夺未来 AI 时代的入口啊，这些巨头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采购 GPU、服务器、网络设备电力能源。那根据市场预测呢，未来几年这个全球 AI 相关资本支出规模呀，可能要达到数万亿美元。那这里还有一个被市场赋予了巨大想象力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 SpaceX。很多人相信SpaceX 可以用它的火箭把芯片物料发射到太空，然后在太空来建设庞大的数据中心，在那里训练和推理模型，然后又通过它的 Starlink 把这个数据给它传回地球。他们说在太空建设数据中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接受太阳能发电，不占用地上的土地电网资源那比地球上的数据中心有更大的优势。在这种想象的故事中SpaceX 不只是一家火箭公司，它是未来数字文明基础设施的建设者。那在这些数据中心建设者的背后，又站着另一批卖铲人，就是卖铲子的人就比方说英伟达，它负责提供 GPU 芯片，台积电又负责给英伟达来制造芯片博通负责高速网络的连接 ，Vertiv 提高电力和散热设备大量的建筑、电力、光纤和设备供应商也从中受益。整个产业链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你了解这个产业链，你就很容易理解目前 AI 泡沫的这个传动链条。那目前的状态是呢，模型服务公司推出了一些模型，非常具有革命性，已经产生了实际效能。他们觉得这个未来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就拼命的融资、投钱购买数据中心服务。但是他们目前都不赚钱都在亏钱。比方说 OpenAI 2025年收入130亿，亏损200亿；2026年预计收入230亿，亏损呢是140到200亿。它的估值呢是8500亿。Anthropic 呢要更厉害一些预计2026年收入400到500亿美元，那可能亏损呢是100亿左右估值是9600亿。这些前端的模型公司不赚钱，可是他们购买数据中心的算力服务所支出的大笔的金钱，那可是真金白银都进了数据中心建设公司他们那里，还进了生产芯片、电力设备那些公司手里。所以我们看到呢，生产芯片的英伟达，由于它的生产 GPU 这个占有垄断地位它赚得盆满钵满去年收入2160亿，净利润1200亿，市值5万亿。这你明显能看到现在虽然英伟达赚得盆满钵满，营收年年暴增，但是最后要是前端训练模型的公司不能取得突破，取得足够的收入和利润假如悲观一些，他们最后证明短期内无法盈利，那么他们采购数据中心算力服务的这些巨大开支它就不可持续那到时候你说上游的这些生产芯片的英伟达生产电力设备的记忆建设数据中心的包括 SpaceX 的这些公司，它都得吃土这就跟过去的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泡沫传动链条是大体一致的。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链条下游的网站公司一开始看起来是非常有前景雅虎公司、网景公司等等它拼命融资就购买电信网络、光纤网络这些服务。那这就刺激这些光纤网络的建设公司大笔投钱建设海底电缆全美的这个光缆网络比方说像 WorldCom、Global Crossing、Quest 等等。这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呢，就给这个生产网络设备的那个公司叫思科公司带来的滚滚财源。它生产是网络用的路由器和交换机那这个思科太像今天的英伟达了，在当时也被称作是卖铲子的。但是很遗憾后来前端互联网公司它始终找不到盈利模式烧钱赚来的很多点击率，可是它不是利润最后资金链收紧的时候，整个链条就崩断了，上游的这些公司也收入大降泡沫就破灭了。那清楚了这个传动链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泡沫水平有多高。我们先来看最赚钱的英伟达。英伟达目前市值5万亿，它的 PE 倍数是31倍，
这个 PE 倍数就是说，我如果用现在的股价除以它过去1年的净利润是31倍。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未来利润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那么我买英伟达股票要31年以后可以把本金都给它赚回来。那这个水平高不高呢？那假如英伟达是一个净利润未来非常确定的不断增长的公司，那这个价格是真不贵啊，非常合理。但是问题就是英伟达未来利润增长的确定性到底有多大呢？那我们再往产业链上游来看，给英伟达生产芯片的台积电 PE 倍数多少？44倍，是不是更贵啊？那这反映出来当下这个芯片的紧缺啊，下游在扩建，上游在加班加点生产芯片还来不及。那还有更贵的公司，比如说美光啊，生产存储芯片的呀，它的 PE 倍数是50多倍。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上次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那个思科啊，我们说它当时也是卖铲子的公司嘛，对不对？很像英伟达嘛。那它当时的 PE 倍数是多少啊？100多倍。那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跟今天的英伟达差距还是很大呀？估值上还差3倍呢。所以这其实也是今天的这个 AI 泡沫跟上次互联网泡沫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铲子股的估值啊，还远没有上次那么疯狂。那我们再看数据中心建造公司跟上次这个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那些网络建设公司。今天的数据中心建设者实际上是由2部分构成啊，前面说了一部分是财大气粗的传统的互联网巨头啊，那另一部分呢是新兴的这些数据中心的建设者。这些传统的互联网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他们啊每年靠传统的互联网行业就赚到巨大的利润，他们根本就不差钱，每年净利润几百亿、过千亿啊。他们现在的 PE 倍数啊，大都在27、8倍。这个倍数对他们这些现金流十分稳定的垄断巨头来讲，真谈不上虚高，也谈不上泡沫。那另一类呢，就是那些新兴的纯粹数据中心建设公司呢，比如最大的2家 CoreWeave 和 Nebius。CoreWeave 收入是50多亿啊，亏损12亿啊，现在市值620亿。而 Nebius 呢，估计2026年的收入是30多亿，那净利润恐怕也是亏损。但它的市值呢是700多亿。当然了，最夸张的那还是 SpaceX 呀，人家前面那俩好歹都有自己的机房了，可是 SpaceX 在太空里头还啥都没有呢，连影都还没有。但现在市值呢已经给它吹到2.6万亿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传统的成熟巨头们啊，它并没有什么泡沫，但是这些新兴的数据公司建设者啊，却出现了严重的股价与当前收入利润之间的不匹配。这个局面就特别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网络建设公司。那当时也是分2波啊，传统电信巨头 AT&T， 它并没有出现非常夸张的估值泡沫。那它当时也是拥有稳定的现金流、成熟的客户基础和真实的盈利能力。但是呢，当时的 WorldCom 啊、Quest、Global Crossing 这些新兴公司啊，它给投资者描绘了一个无比诱人的未来。那资本市场就像他们啊，源源不断的输送资金，他们的股价飙涨啊，他们疯狂扩张，拼命建设这个基础设施。他们都是收入不多啊，利润亏损，但是估值却高达几百亿，甚至近2000亿。那后来这些公司结局怎么样？大部分都破产被收购啊，有的他还搞财务造假。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就跟今天的数据中心建设公司有点类似了？你特别是那个 SpaceX 呀，现在就纯粹画了个大饼啊，啥都没见呢。那这时候你是不是为这个泡沫捏把汗呀？那我们再来看 AI 模型公司，刚才说了 OpenAI、Anthropic 仍然亏损呀，但估值都已经8500亿、9600亿了。2000年的时候，那些网络公司，比如雅虎，收入11亿，净利润7000万，市值多少？1200亿。哎呀，我的天哪！那你表面看起来是不是也有点像？哎呦，泡沫好像挺大的呀。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100%的断定说今天的模型服务公司、数据中心建设公司都存在严重的泡沫，因为啊，我们无法预知 AI 模型会不会明年甚至下个月、下个周就会突然蹦出来一个超级厉害的新模型，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本次 AI 浪潮与上次互联网泡沫的一个重大不同，那就是技术迭代进步的速度是大不相同。
今天的技术迭代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远超过2000年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技术啊。你看，从 OpenAI 推出来 ChatGPT 4以后，ChatGPT 5、Gemini 3，你再到 Anthropic 的 Claude，OpenAI 的 Codex， 还有最近刚推出来没多久就被美国政府限制使用的 Fable 5。那为啥被管制啊？就是因为它太厉害了，它不让随便用。你看，这个技术迭代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没几个月就要惊艳大家一下，让大家目瞪口呆。那为什么技术迭代到今天这么快啊？这是技术进步的自然规律。技术进步本质上就是地球这个开放系统的熵减的过程。这个过程它是指数级发展的。人类在石器时代待了几百万年啊，铁器时代3000年，到了机器工业时代200年，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也就才30来年啊。可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呢，也就才3年多时间呀，进步速度那真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呢，你按照这个指数级的技术进步速度来看，今天的模型服务公司未来这个进步速度可能非常快，可能过去10几年才能实现的事情，今天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已大变了。所以呢，也许这些看起来泡沫很大的公司，它没过几个月或者没过1-2年，收入就忽然飙起来了呢？这个不是没有可能啊。那么泡沫它不就被业绩消化了吗？所以呢，考虑到这一点啊，上面提到的表面看起来泡沫比较大的这些模型服务公司，还有数据中心建设公司，跟2000年的那个互联网泡沫相比啊，那恐怕还是没到那个程度，甚至是不是觉得还差比较远的距离啊？我们再来看本次 AI 泡沫与上次互联网泡沫的另一个巨大不同，那就是电力瓶颈约束。本次 AI 革命的电力消耗是非常巨大，超过人们以往的任何想象，远超现在的电力供应能力。一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园区，它往往需要500兆瓦到1 G 瓦的持续电力供应啊，而一座大型核电站的发电能力也就是1 G 瓦左右啊。美国全社会一年发电量现在也就是4.3万亿千瓦呀。目前数据中心已经消耗了全美 5% 的电力，而到2030年，这个比例很可能要上升到 10%甚至 12%。我们知道美国最大的经济体是加州啊，对不对？2030年 AI 的消耗电量将赶上 1.5 个加州的耗电量。未来美国的新增电力需求当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被人工智能所吞噬。那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之一 PJM， 它覆盖美国东部13个州啊，它曾经披露，排队等待接入电网的这些新项目总规模已经超过数百 G 瓦。但是呢，扩建电力供应是一件极其缓慢的事情。与生产更多的芯片不一样啊，电力系统属于重资产基础设施建设，从选址、审批、融资到建设并网，一座大型发电厂往往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投入运营。那如果是核电厂，那需要10年左右啊。而发电厂建成之后，你还得通过输电线路运送到数据中心啊，经过变电站接入电网。那很多地区真正的瓶颈还不是发电能力，而是输电网络和变电设施的建设速度，这个比发电厂还慢。今天美国不少 AI 数据中心，它项目并不缺资金也不缺土地而是在排队等待电网的接入许可。所以美国巨头公司现在正在谋求小型模块化核电厂技术的突破，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大型数据中心旁边建设小核电厂了，你不需要排队并网。可是这个技术现在还不成熟，谁知道你还需要5年还是10年才能成熟呢？那相反呢，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就不存在这种瓶颈约束。当时建设光纤网络大举投资，你呼几个月1-2年就搞定了。所以当时的泡沫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给它吹起来了。但是这次还真不一样，这次其实更像早些年的铁路建设热潮和后来的电力建设热潮。美国1830到1890年期间，铁路建设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60年的跨度这60年里头，铁路投资被拉的时间很长经历了多轮的铁路投资的热潮和泡沫破灭。1857年一次小型的泡沫破灭，1873年一次中大型的泡沫破灭，到1893年那是一次大型的泡沫破灭。
因为到那个时候啊，铁路网已经基本建设完毕了，但是这个重复建设非常严重啊，价格战打得厉害，泡沫破灭之后，1/4的铁路公司都进入破产程序了。那同样的，今天的 AI 投资会被这个电力建设的瓶颈给压制着，给像缰绳一样拉着，没有办法像2000年那样1-2年就给它冲上巅峰，然后来一个大破灭、大清算，更有可能出现多轮的投资热潮和小型的泡沫调整。这个过程也许会持续10几年、20年。当然，在这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技术进步呢，又可能比电厂建设的速度还要快。那么，会不会这种过度的乐观又带来更大的泡沫呢？这都是以后很长时间跨度内我们要考虑的事情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当下这个货币因素对当下这个泡沫的影响。上期节目我们讲了，每一次泡沫破灭都伴随着流动性的收紧，那同样的，每一次大泡沫的形成都伴随着流动性的宽松，因为利率低，大家借钱成本、融资成本低呀，它就很容易造成资金去追逐热门公司，然后形成泡沫呀。那当下 AI 热潮面临着什么样的流动性环境呢？首先，当下这个流动性啊，可以说不松也不紧。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这并不高啊，当然也不算特别低。原本啊，按照2024年那个时候的剧本啊，如果不搞关税大战，不搞伊朗战争，美国的这个通胀率它早就下去了，那么它利率也早就跟着下去了呀，有可能降到比如说 3% 以下啊，甚至 2% 以下。那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也许已经是处在一场史诗级大泡沫当中了。但是啊，世界变化太快，关税大战搞一下，伊朗战争再来猛搞一下，就把这个通货膨胀又给它推起来了。那降息它就变成泡影了呀，利率降到目前这个水平，你没法继续下降了。那这就延缓了 AI 大泡沫的形成，你这个快牛就变慢牛了。但是呢，即使在目前这个利率水平下，它也不具备多么强的压制性，资金成本也不是多贵呀，所以这个 AI 投资啊，依然会保持比较高的热度，会有较大的资金流入这个产业，这个泡泡呢就会慢慢的去吹大。尤其是呢，最近伊朗战争达成了和平谈判这个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给了人们非常大的这种恢复和平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那油价呢降下来，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啊见顶回落呀，那似乎这滞胀啊，再过几个月就过去了啊，给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美好的预期。所以一听说这个备忘录之后呢，整个市场非常热情啊，就快速上升。但是呢，我觉得不能过于乐观，我们必须对滞胀保持足够的警惕。为什么？4个原因。第一，伊朗这事儿啊，现在有不小的概率还没完。现在备忘录里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美国及其伙伴国家要向伊朗投资不少于3000亿资金。这个事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事儿很难办到啊，谁去伊朗投资啊？美国政府都不可能啊，那国会都过不了。那私人企业谁去伊朗投资这个道路桥梁啊？你敢去吗？你大笔钱去投资这些免费的公共设施，那收益从哪里来呀？伊朗政府会给你收益吗？那美国政府会给你收益吗？没有收益，你去干啥呀？那即使是一座收费公路、收费大桥，又有几家公司敢去伊朗这个环境当中去搞建设呀？所以啊，这个听上去我觉得基本是忽悠伊朗的。可是呢，伊朗他也不傻呀，回头你要说好了投钱，你又不投钱，那你这就违反协议了呀。那你到时候你别怪我继续浓缩铀啊，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收过路费了。所以目前这个备忘录啊，我感觉是为了谋求通胀下降啊，仓促之间裱糊出来的这么一个没有多少可行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后面出幺蛾子概率啊不小。那么一旦要出幺蛾子，霍尔木兹海峡要是再出问题，那么滞胀消退的美梦可能就破灭了。那第二呢，就是粮食问题。那经过过去几个月的折腾，北半球大多数地方它已经过了播种季了呀，化肥供应的这个短缺一定会表现在粮食产出上。那么下半年这个收粮食以后，你可能会遭遇粮食涨价，那到时候会进一步阻止通胀回落。第三呢，就是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明确的强硬立场。这2天凯文沃什
第一次亮相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第一，伊朗战争造成的通胀现在不能降息，这是我们大家一致意见。第二，他重申2%是我们美联储的坚定的通胀目标。你要是怀疑我们美联储的这个决心，你就会在长期债券上亏损。第三呢，委员们的点阵图表明有一半的联储委员认为本年内可能要加息这给了市场当头一棒这是一个明确的加息预期第四呢，就是2027年以后，按照我的计算，美国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要大幅上升。看过我以往关于人口问题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要产生内在的需求扩张，有可能会推动通胀进一步上行。好了，综合以上的所有分析，我个人的理解是：第一，大概率未来一段时间 AI 泡沫还将继续，因为未来2-3个月恐怕还看不到利率上行的可能。那第二，如果时间拉长到几个月、半年甚至1年以上，我感觉利率上行的概率仍然是不小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了，通胀压力还是有可能变大。所以呢，综合一句话，现在判断泡沫破灭为时过早，但是未来半年、1年要保持警惕，保持观察，关注伊朗局势，关注粮价，关注人口，实际上就是关注通胀。如果哪一天产生确定的加息预期了，你不用想，那可能阶段性的调整就来了。当然，可能也是新的机会来了，因为这次 AI 热潮，我们前面说了，它有可能要持续好多年。好，朋友们，喜欢我的节目，请给我点赞、关注、转发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有趣有用的金融知识。欢迎加入老管的会员，会员分2级：理性之门和自由之路。理性之门每月3.99美元，纯粹是对老管的赞助支持，鼓励老管做更多优秀的节目。自由之路是一个追求财富自由的俱乐部，每月9.99美元，我会为大家每月精心制作有关价值投资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知识的深度节目，互相交流，一起实现财富自由。最后免责声明，本内容仅代表作者基于公开资料所进行的个人研究与观点分享，旨在交流经济研究成果，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任何投资决策均应基于投资者自身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和独立判断，并在必要时咨询持牌专业顾问。作者不能保证其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因使用本内容而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好，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